别人穿越做开挂主角，而我却穿越到大明灭国皇帝崇祯帝身上。但我要改变国运，让八方来和，万国来朝，为大明再续命300年。皇帝崇祯刚刚进入东暖阁，秦良玉等人就行了大礼。崇祯挥手示意，免礼。诸位还没有用早膳吧？先陪朕用膳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商谈大事。话音刚落，王承恩便带着几名宫女将早膳摆到了桌子上。秦良玉瞪大了眼睛，看着桌上的早餐，心头疑惑难解。只见桌上摆着几盘包子、馒头、一盆白粥和几碟咸菜。这种清淡简朴的早餐，连普通士绅家也不会只吃这些吧？不等崇祯回应，王承恩低声对众人解释道：“陛下自登基以来，每日早餐都如此，清粥、馒头，连午膳和晚膳也是如此简单。”众人顿时心中一震，对陛下的印象瞬间发生改变。陛下的自律和节俭，才是一位明君的基石。崇祯当先坐下，邀众人一起用膳。都吃吧，早餐吃这个才能扛饿，快吃！说罢，他毫不拘谨地抓起一个大肉包子大口吃了起来。众人见状，纷纷跟进，开始品尝早餐。不久后，众人都吃完了。王承恩给众人上了热茶后，便退到龙案后站。今日请诸位来，是想问问诸位，阉党鱼贩该怎么处理？崇祯的话让众人心头一震，他们早有所料。过了片刻，李邦华站起来：“陛下，阉党鱼贩罪孽深重，应当斩草除根，否则怎能平民愤？”然而户部尚书郭允厚却持有不同看法。陛下，有些人或许表面看着是阉党，但实际上并非坏人，比如张瑞图。他虽然依附魏忠贤，但并未参与构陷忠良之事，内心或许充满矛盾。他细述了几件事例，最终建议对阉党鱼贩进行区分对待。郭允厚的言论引起了众人的思考。崇祯点头称赞道：“郭爱卿言之有理。”随后他又询问郭允厚的建议。郭允厚从袖中掏出一份折子，详细解释了他的建议，将阉党鱼贩分为不同等级，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置方法。众人纷纷表示赞同，李国普更是提出了完善的补充措施。崇祯听后大为满意，决定在朝会上宣布这一方案。经过再三商讨和完善，众人将折子递交给了崇祯。崇祯翻看一遍后，合上折子，从龙案后起身：“走吧，去皇极殿。”那些人等不及了。在皇极殿内，朝臣们肃立不语，他们心知肚明，昨日魏忠贤一案的惨状已经足够让他们警醒，现在再不老实点，触怒皇帝的下场只有一个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崇祯皇帝入殿后，坐上龙椅，俯视群臣，他心中冷笑，早已看穿这些人的虚伪。待众臣行过礼后，崇祯开口说道：“诸位爱卿，魏忠贤一案已经揭露，其余余孽亦将一一清算。”王承恩接旨，开始宣读：“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，据以洞悉。现诏令，凡是与魏忠贤有关联的奸臣，立即捕拿入狱，严加审问。”这些话如同晴天霹雳，朝臣们齐齐跪倒，一些人脸上带着恐惧，一些人却是暗自庆幸。接着，王承恩又领旨宣布，朕与李国普、张维贤、秦良玉商议，对魏忠贤余孽有了处理方式。圣旨之长，令人目瞪口呆，但在这个紧张的时刻，没有人敢有异议。这份长篇大论将所有与魏忠贤有关的人一网打尽。群臣听罢，有的面如土色，有的则满脸喜悦。李国普，文官案件交由你查办；李邦华，武官案件交由你查办。3天内，务必将最终审查名单呈交于朕。崇祯的声音带着杀气，若有人逃跑，诛9族。接着是一连串的命令：城门开启，但只进不出，一切进出者必须经过严格审查。崇祯没有给群臣多余的时间，直接命令他们退朝。对于这3天的审查，他们只能选择继续处理公务，或者被动等待命运的降临。在皇极殿外，李国普和李邦华迅速安排人员前去逮捕涉案之人。他们的名单上包括了五虎、武彪、石孩、40孙这些魏忠贤的心腹之人。等到城外的行动结束，数十匹骏马冲出北京城，传达着崇祯的圣旨。这一消息传遍大明后，各方势力都将会为之震惊。在东暖阁内，崇祯亲自撰写了2份奏折，并盖上了印玺，交给了李若莲和方正化。2人打开奏折，惊喜之情溢于言表。他们被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使和御马监掌印太监，一举成为朝廷中的要员。崇祯下了最后的嘱托：你们即刻开始整顿藤乡4尉和锦衣卫，老弱病残全部清除出去，朕只要精锐。陛下等待2人离去后，转身对着王承恩：大办，朕本想给你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，但朕身边又没有信得过的人，你就担任司礼监提督太监吧。王承恩听后连忙谢恩。提督太监虽然没有批红的权利，但掌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，刑名及管理当差，听事各异。相比之下，比起掌印，
秉笔太监更舒服一些。崇祯接着从龙案上拿起一份名单递给王承恩，传这几人来见朕。王承恩看了一眼名单，上面都是太监中比较有名的人，便迅速去安排了。不久，高时明、李凤祥、楚宪章、张国元4人到了。崇祯看着4人，心中充满感慨。这4人就是历史上与方正化一起战死的司礼监太监，其忠心可见一斑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。掌印太监，你们4人3个月轮换一次，先由高时明担任。你们迅速熟悉司礼监的职责，然后从内书堂选拔，或者从24衙门重选几位担任随堂、文书等太监。朕能任用你们，那就能直接废了你们，明白吗？最迟晚上就要让司礼监运转起来。崇祯没有给4人说话的机会，而司礼监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。但现在朝中大事频发，司礼监的任务更加紧迫。同一时间，北京城外数十里的一处驿站，7、8位身穿劲装的男子站在门口大口喝着凉茶，一位老者则疲惫地拍打着大腿。孙阁老，离北京城还有30里地，咱们喝完茶就得走，陛下催得紧啊。方勇，陛下召老夫到底是什么事？阁老，咱们也不清楚，马上就到北京城了，见了陛下你就知道。老者站起身，正准备上马车，忽然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不待众人反应，一匹马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，随后迅速跳上马，急速离去。众人看清来人装扮后，心中一凛，因为他是400里加急传递的使者，这意味着京城发生了重大事情。孙承宗立即换马，紧随其后，带着滚滚烟尘向京城急速奔驰。1个时辰后，他们到了安定门。进入城内后，却见到百姓们议论纷纷，似乎京城内外都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。从数个巷子里跑出一群11、12岁的孩子，身上挂着袋子，手上拿着纸。号外，号外！皇上昨日演说，1份3文钱。想知道陛下的第一首诗写的怎么样吗？我这里全都有。这一幕让孙承宗心中更加焦急，因为这种形势说明京城内外都在关注着朝廷的动态，而他正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。在北京城的热闹街道上，人群聚集，议论纷纷。一位卖报的小孩手中拿着一份《大明日报》，引来了周围人的好奇。报纸上所载的内容引起了众人的热议。街头的人群中，一个青年好奇地询问了报纸的内容，得知是一份类似于官方邸报的刊物后，他们都感到不可思议。毕竟，这份报纸中所载的是朝廷最新的消息，谁敢如此大胆地公布呢？或许是朝廷某位大员的行为，又或者是朝廷自己发布。在众人的讨论声中，一个人决定花3文钱买了一份报纸。他打开报纸，眼前的4个大字《大明日报》引人注目。报纸的开篇解释了一番，接着便是一篇文章的标题：皇帝检阅百感兵演说，朕有一个梦想。这篇文章中文字流畅，富有魅力，讲述了太祖建立大明的历史，以及皇帝对大明的美好憧憬。这些话语充满了对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向往，读者们不由得心生向往。众人阅读着这篇文章，情绪逐渐被激发起来。他们被文中所描述的美好愿景所感染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。街头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，人们纷纷表示赞同，认为这篇文章一定是皇帝亲笔所写。有人决定买一些报纸回去，让家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热情和希望。孙承宗心中暗自感叹，他虽然不知道这份报纸的来源，但可以肯定这篇文章一定出自皇帝之手。他感叹皇帝的霸气和魄力，同时也为皇帝的年轻和意气用事而担忧。在他的眼中，大明如此国力，内部充满了党争和朝政腐败。他担心这篇文章如果传到敌人的耳中，是否会激起他们的愤怒，导致对大明的攻击。然而，这篇文章无疑是能够激起大明百姓士气的。正当人们议论纷纷之际，突然传来了一阵铜锣声。街道上，5城巡城司的人在宣布着重要消息：魏忠贤已被斩杀，阉党成员将被清算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人们震惊不已，纷纷朝着告示的方向涌去。伴随着议论声的不断升起，外围的孙承宗心中充满了震惊。党争从古至今一直存在，多少忠良之士都被迫害。如今，阉党被平，大明有了喘息的机会。孙承宗深知，此刻正是大明需要团结一心的时候。随后，锦衣卫来到孙承宗身边，催促他快去见皇帝。孙承宗慌忙上马，向皇宫进发。在大明朝廷中，孙承宗来到崇祯面前，恭敬地行了一礼。这位新帝与他的皇兄朱由校相貌神似，使得孙承宗心生唏嘘。孙承宗在历史中饱受争议，但眼前这位年轻的皇帝对孙承宗却展现出了一定的尊重。崇祯知道，紧宁防线在当时的局势下或许是最好的选择，因此他对孙承宗心怀感激。崇祯向孙承宗宣布了阉党于犯被清除的消息，并任命孙承宗为中极殿大学士，主持内阁事务。孙承宗艰难地站起来，
展现出了自己的坚韧和毅力。随后，崇祯要求孙承宗协助清理阉党余犯，并稳定6部9卿的职位。他还提到了陕西的赈灾工作，希望孙承宗能够协助处理。此外，袁可立也被提及，他将负责陕西赈灾，并有望加入内阁。崇祯向孙承宗征求了关于新内阁成员的意见，但孙承宗知道最终的决定权在皇帝手中。他详细介绍了韩黄和李彪的资历和品德。最后，孙承宗提及自己还有事要说，向皇帝呈上了这份简陋的报纸，上面满是生硬的文字和简陋的版面设计。崇祯皇帝扫了一眼，皱起了眉头，对这份报纸并不满意。他暗自思量着如何让这份报纸更好地服务于大明朝廷。孙承宗站在一旁，远远听见了崇祯皇帝的字语，有些疑惑地询问皇帝的意图。皇帝回答道：“这份报纸是为了鼓舞百姓士气。”崇祯皇帝设想着未来的局势，他的目标是引导国内舆论，传递信息，并赚取财富。尽管当前的报纸还不够完善，但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会找到解决之道。他在大明朝廷内部的掌控将会越来越牢固，这将为他的进一步行动奠定基础。他决定给孙承宗上一堂课，展示如何将这份报纸变得更加完善。经过一番思考和设计，崇祯皇帝画了一份新的版面，分为朝廷决议、名人诗稿、故事、民生问题、八卦趣事、广告等板块。他相信这样的安排将吸引不同群体的关注，从而提高报纸的销售量和影响力。孙承宗看到这份新的设计，兴奋地认可了皇帝的构想。他计算着报纸的潜在收入，不禁感到震惊。大明日报的潜在利润巨大，足以为国家财政带来极大的注意。崇祯皇帝命令孙承宗去执行这一计划，并嘱咐他不能泄露出去。他还提醒孙承宗尽快找到一个住所，并建议他去被抄家的大臣中挑选一座府邸居住。当孙承宗离开后，崇祯皇帝感到轻松了许多。他决定将这份新设计的大明日报交给李若莲研究，以确保舆论的掌控权在自己手中。这时，王承恩进来报告说，司礼监掌印太监高世民求见，有重要情报，事关朝局稳定和数百大臣的性命。崇祯皇帝坐在宝座上，眼神带着好奇，命令将王承恩带着高世民进来。高世民神情颤抖地禀告：“陛下，臣等在整理司礼监内部时，发现了一本名为《生死簿》的账册，请陛下过目。”崇祯皇帝瞪大了眼睛，接过生死簿，一览其中内容，眼中闪过一丝愤怒。这本生死簿是他让魏忠贤调查大臣家产的，但却未交给他，里面记录着大臣们的巨额贪污。崇祯震怒之余，命令彻查相关人员，封口并单独审问，以免消息泄露。王承恩接旨离去，崇祯则深陷思索。他知道朝臣们贪婪，但未料到会如此之甚，贪污数额惊人，数百位大臣贪污达3000万两白银，其中甚至包括东林党人，令崇祯深感讽刺和愤怒。贪污将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崩溃，必须严加整治。他命令派人查看司礼监是否有人进入，并分开审问相关人员。崇祯将策略家在账册中暂时不做处理，他深知一旦清算，朝堂将陷入混乱，不利于国家稳定。崇祯对此头痛不已，但也明白这是改革之路上的必经之路。随后，崇祯前往坤宁宫，解除锦衣卫的戒备，让宫中众人返回各自的宫殿。周皇后和义安皇后对此感到欣喜，而张嫣则泪流满面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崇祯除了批阅奏章，就是陪伴众人，直到李邦华和李国溥出班，带来了对阉党的审查结果。崇祯期待已久，立即让李邦华汇报，却见他走向殿外。崇祯心生疑惑，不明所以。只见李邦华抱着一叠的奏章走进了皇极殿内，然后递给了李国溥：“阁老，请您帮我报一下，等会儿我给您报一下。”李邦华开始报告调查结果：魏忠贤附逆武官余犯328人，其中贪污情况可谓惊人。每一个名字，每一项罪行被他清晰地念出，令在场群臣一个个心惊胆战。武官共计贪污现银500万两，查出240万两，古玩字画等84件，折银49万两，良田12000顷，总计折银260万两。现银、古玩字画、良田等无一不在他们的贪婪之列，即使是高层大员也无法幸免。他们的贪污之情昭然若揭，如同魏忠贤的生死簿一般。听完李邦华的汇报，接着是李国溥的报告：文官总计贪污现银280万两，实钞140万两，古玩字画共计210件，良田2万顷，总折银617万两。文官和武官的罪行被逐一点名，财物的数量让人目瞪口呆，在场的人无不为之震惊。他们感受到了阉党的丑恶和贪婪。崇祯皇帝面色平静，对李邦华和李国溥的报告没有表态，只是要求他们公允处理每一个案件，不冤枉一人，也不放过一人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这次的处理将会引起极大的震动，
但他必须坚持公正，以维护朝廷的威严和稳定。孙承宗站出来提出建议，将判决执行地点从城内的西市口改到城外的德胜门，以减少对百姓的影响。崇祯对孙承宗的建议表示赞同，随后下令将判决执行地点改为德胜门外，立即进行处决。这一决定让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，他们没有想到孙承宗会如此果决，也没有想到崇祯皇帝会如此坚决。他们都默默地跟随崇祯前往德胜门外，准备目睹这场历史性的审判。在北京城北园偏西的德胜门前，崇祯皇帝站立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他回想起了历史上发生在这里的战役，以及德胜门的不幸命运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分。德胜门外站着数百名五花大绑的罪犯，而德胜门内则聚集了数百名官员、将领和数以万计的百姓。崇祯登上德胜门的箭楼，身后是朝廷的众多官员和将领，他们一起目睹着这场历史性的审判。众多百姓们表现出了愤怒、不甘、恐惧等各种情绪，但更多的是解脱和期待。他们都明白这些罪犯所犯下的恶行，也期待着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崇祯皇帝站在箭楼上，向百姓们讲话，他强调了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关系，呼吁百姓们相信朝廷，相信他的梦想。他告诫读书人不要贪图权力和财富，否则就会有如今这样的下场。审判开始，50名罪犯先后被处决，血腥的场面让在场的人们都感到震惊和恐惧。崇祯皇帝强忍着胃中的不适和心中的不忍，亲自观看着处决现场，以示决心。审判持续了1个时辰，每一个被处决的罪犯都经过了验明正身和宣读罪证，以确保处决的公正和合法。李邦华向崇祯汇报，397名罪犯已经被处决，崇祯决定将他们安葬在居庸关外，让他们看着大明礼物。崇祯的仁慈和坚决让在场的官员和百姓们都感到震撼和敬佩，他们纷纷表示对皇帝的尊敬和拥护。崇祯下令将罪犯的罪名印出，并决定将查抄所得分配给各部门。最后，崇祯召集内阁和相关部门留下商议事宜，其余官员退朝，为这场历史性的审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在皇极殿内，崇祯皇帝凝视着面前的朝臣。当众人落座后，崇祯沉声开口，向朝臣们宣布了清理魏忠贤余党的情况，并指示李国溥尽快清理境外的余党，同时让李若莲协助他。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为了确保朝廷的清明，并为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做好准备。崇祯缓步走过皇极殿，告诉众人魏忠贤一党已经被清理，政治风波渐渐平息，朝廷可以专注于其他事务。虽然众人都能感受到皇帝的激动，但他们心中仍有疑惑，因为这次会议的议题涉及到崇祯皇帝的9大梦想，这是一项宏伟的计划，但是否能够实现还是个未知数。崇祯继续介绍接下来的工作计划，稳定边境和培养新军的重要性。在详细讨论了军队问题后，崇祯引入了方正化，让他分享上次的想法。方正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，其中包括整顿藤乡四卫、扩编藤乡四卫以及对付贱奴的战略。孙承宗赞同方正化的想法，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大明缺乏能与贱奴抗衡的骑兵，因此需要组建一支超过10万的铁骑来对抗贱奴的铁骑部队，但这需要巨额资金。但方正化解释道，这并不是一次性组建10万骑兵，而是为了震慑贱奴。他还提出了利用藤乡四卫进行长途奔袭和快速突袭的战略。随后，崇祯指出了目前紧宁防线的局限性，紧宁防线的左翼和右翼分别依赖于蒙古察哈尔部和山东登来的支援。然而，这2个地区的实力和忠诚度并不总是稳定的，特别是在面对外部威胁时，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，而不是全力支援紧宁防线。贱奴可能会利用蒙古的资源来对付大明，因此必须采取行动，以防贱奴以蒙古为突破口，越过紧宁防线。